煎熬，让我带走你的疲惫和烦恼。明天如何，谁知道？命运之前我太渺小，每一思念是我唯一的骄傲。且让我给你依靠，为你受风雨和煎熬，才能释放你的自由和欢笑。失去所有不在乎，我一生只为你燃烧。直到世界停止转动的一秒。电灯又坏。鬼地方怎么能够住？你找谁呀？我要找女人，我要找那个大奶凤啊！岂有此理！这里哪有什么大奶凤啊？走。小姐，你是新来的吗？你的收费是多少呢？啊，来吧！你站！喂，你在干什么？出去！死酒鬼啊！开了牙齿！我要找大奶凤啊！回家找你妈了。不要怕，他已经走了，没事了。这种鬼地方怎么能够住？有老鼠，电灯会坏，晚上还有酒鬼上门。好了，你不要生气了，帮你收拾一下。啊，对了，信箱里面有3封信，这2封是水电单费，明天我去帮你还。这1封是荷兰寄来，一定是我爸爸写给我的。哎，地凤，怎么了？什么事？为什么又哭？啊？我爸爸死了。我就上就写信来，说我爸爸在马场赢了300块，兴奋过度，心脏病爆发死了。怎么办？好了，你不要再哭了，自己身体重要，要不然荷兰猪在主权之下也不会安心了。你把它从荷兰运回来新加坡安葬，也算是尽了你的孝心。谢谢你帮我爸爸料理他的后事，谢谢你突然把他的骨灰运回新加坡。花了你这么多钱，我真的是不知道如何报答你才好。哎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人与人相处呢，讲求的是缘分。你钱看重了，人就变轻了；钱看轻了，人反而变重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们俩有缘。是，钱我是拿去用了，我还贴在其他女人身上了，你满意了？什么事这么吵啊？整条街的人都听到了，啊？自己问他。哭有什么用啊？男人忙里忙外的，火气是大了一点，忍就要忍啊！啊！那你看，
哎呀，阿安这个月拿了3000多块钱呐，拿到哪去了？我刚才就是这样问他，可是啊，他对我大发脾气。哎呀，他会不会把这些钱花在张女人身上了？我怎么知道？那要是他在外头搞上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，惹儿一身的张病回来啊，那就糟了。玉华，你要看紧他。妈，你说的容易啊，我要看紧他。好像今天呢，我说一句，他就对我大发脾气，我看紧。哎呀，对男人呢，要他进你就退，他退呢你就进，就好像打仗一样啊，这样你才会赢的。啊，像我们家那个老的，还不是给我治得服服帖帖的。你整天跟他在一起啊，最好留意一下他到底跟什么人在一起呀，去了哪儿啊，要注意看呐。就好像隔壁那个阿笑啊，搞上那个舞女，搞到身价败坏呀，跳楼死了。我天天要照顾4个孩子，还要工作，看紧他，我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做啦？丽凤，你看里面好多布料，进去看看吧。来，怎么样，小姐？这些布你都要吗？我们不要了。我爸爸刚过世，我不想穿得太花。不要紧的，等你百日下满后再穿也不迟啊。哎，老板，通通给我包起来。买这么多布，我怕我带的钱不够。钱不是问题，荷兰叔都不在了，以后就由我来照顾你吧。以后跟我出来，全部的钱我来给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只要你开心就好。你现在在等我，我去银行拿钱，很快就回来。好。妈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怎么？你能来妈就不能来啦？妈当然能来啦。哎，我活到这个岁数啊，你从来就没陪妈来过布庄，连1寸布料都没给我买过啊！妈，你眼光高嘛，我买的布料，我怕你不喜欢呢。你少跟我嬉皮笑脸啊！老实说，什么时候跟那个吴新南的女儿泡上了？妈，做儿子的找个漂亮的小老婆，你做妈的脸上也添光彩嘛，对不对？漂亮，漂亮有个屁用啊！这种千金小姐啊，要吃得好住得好，你供得起啊？还有啊，这种女人啊，是金镶的皮，玉做的骨，是吃不了苦的。你伺候她还差不多。妈，疼老婆是男人的责任嘛，这是我们海南人的优良传统啊。她是海南街上有名的富贵花，喝过洋水的。她会看上你这个面包王？妈，她现在不是富贵花了，她是牵牛花了。牵牛花？什么牵牛花啊？这个改天再跟你说吧。丽凤的爸爸在荷兰去世了，现在需要人来照应。等你照应完了，他就一脚把你给踢开呀！他只是把你当菜头来砍啊！儿子啊，你别傻了，这种女人我见多啦。妈，你不了解丽凤啊！我刚开始也以为她是千金小姐，很难伺候了。认识她后呢，才发现她是一个心地善良而且没有心机的女孩啊。妈，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，我要赶去银行拿钱了。再见了。哎，妈，不如你先借我200-300块，我明天还你。那3000多块都花在他身上了，还不够啊？妈，小财不出，大财不入，花一点钱买一个女人的心，值得的。拿妈的钱去花在女人的身上，你这是什么儿子啊你？买了她的心，她可以替我们龙家添个男孙，帮龙家传香火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谢谢妈。来，进去啊。哦，哇，好美的沙发啊！哎，唱机，哎，这些都是我最喜欢的歌星啊！哎，还有落地窗，非常像我荷兰的房子啊！从这里看出去啊，还可以看到日出呢。实在是太美了，跟我梦想的房子一模一样。那你以后就不用搬回去小主屋里了。你说什么？住在这里呢，又不用怕有老鼠，更不用怕酒鬼来骚扰你。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。我的家？可是我每个月赚的钱都不够付这里的房租啊。
你住在这里呢是不需要付钱的。我都说过了，跟我在一起就让我来照顾你。坦白告诉你吧，认识你，我真的非常的开心。我每天忙着做生意，忙着做面包，唯一的消遣就是到会馆打麻将。认识了你之后呢，我才发现原来生活真的并不只有这一些的。丽凤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如果你不反对的话，答应我，让我照顾你一辈子，好吗？你肯定知道6月跟阿周的事了。6月跟阿周，他们俩怎么了？整条街的人都在议论啊，都在说闲话。坎丁嫂，你知道我平时很少出门，而且咖啡店我也不常去。整条街的人在说什么闲话，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啊。哎，先别管那些八公八婆的事啊。我呢是最讨厌人家讲是非的。你先听听我女儿说些什么。6月说，她跟阿周拍拖了，他们在牵手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说啊，不可能的。坎丁嫂，你听我说，你家6月聪明又能干，再说他也又读到9号，我家阿周呢？中2都还没毕业，是啊，就好像那个红毛牛奶掺不进下等咖啡的啦。你们家的阿周是蛮斯文，也挺老实的，可是我们家的6月要配你们家的阿周啊，我是100个不愿意。要不然呢，我也不会拿块洗衣板追打他整条街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好。坎丁嫂，你放心，阿周回来，我一定问个清楚。不用问了。6月说，他要和阿周结婚。他要和阿周结婚？这……阿行妈，女儿长大，由不得娘做主。6月阿说。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，我，坎丁嫂，你别这么难过了。至少6月他还会对你说，阿周他什么都没对我说。我今天来的目的，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，阿金妈，这件事。你们好歹也得有个交代呀！啊，不会的。阿周，你给我出来啊！你躲在那干什么？哦，妈，我问你，你跟6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是有跟6月商量过结婚的事情，可是我没想到他会跟你嫂讲啊。好啊，6月倒是挺老实的，有什么事就会跟他妈说。你呢？你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我打算过几天就跟你商量的了。可是这件事情可大可小呀。你一向是很慎重的，这次怎么会？你大哥还没出海的时候，他还跟6月……我知道阿哥跟6月的事情，可是我问过6月了，他说他喜欢的是我。
人为自己呢是没错，不过不能不管兄弟情啊。父母、兄弟姐妹，都是你一出世就注定了，没办法改变的。妈常教你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好，兄弟情永远都不能变。妈最亲的人就是你跟阿信，我真的不希望这件事情会影响你们兄弟俩之间的感情。妈，你不要担心哦，我跟阿哥的感情一直都很好的。6月这件事情，我会想办法。啊，搓汤圆。爷爷，为什么冬至要吃汤圆？冬至大过年嘛，吃汤圆就表示一家人团团圆圆的。汤圆啊，都快做好了，那个八赖婆还有阿周都还没来，看来是我们有心啊，人家却无意。不会的，我已经叫了他们，他们年年都来，怎么会不来呢？就等二妈他们来了一起煮吧，大家吃热的。不用等了，我们先吃，他们来了再煮。开美、开林、开路啊，都饿了。是啊，好饿啊！哎，别吵，坐下来吃。好，自己来。妈，我要我刚才做的那个汤圆。妈，我要粉红色的。我也要。那别吵啦，乖。大嫂，坐下来啊。谢谢。大家吃吧。我以为你们今天会3个人来。哦，是阿星回来了吗？对呀，怎么不见阿星来？阿星他还没回来。哦，阿星来就是4个人。怎么会4个人呢？我越听越糊涂了。3个人啊，我指的是雪珍、阿周还有6月。雪珍跟阿周为什么要带6月来啊？你真是睡在戏台下，不知道锣鼓已经在响了。是这样的，阿周跟6月现在走在一块儿，他们准备要结婚了。什么？阿周要结婚？是啊，不结婚，难道得生了孩子才来结婚啊？阿周，你还没结婚你就胡搞！阿爸、阿妈，伯父伯母，玉华姐，大家都见过吧？今天是冬至，我趁大家都在，所以带他来跟大家见面。玉华，以后你们就以姐妹相称吧。玉华姐，开美、开林、开路，还不叫阿姨？好了，坐下来吃。来吃汤圆。慢着！你们2个简直是莫名其妙，一个跟女孩子乱搞，说要结婚，另外一个竟然不声不响带个女人回来，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阿爸啊？你有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？玉华，阿安要讨小的，你生什么气呀？你只不过是生了4个女儿，有什么资格在这发脾气呀？你妈我啊，生了3个儿子。你阿爸还不是一样，讨了个小的回来。想当年啊，你也是这个样子啊。他们啊，10足10日向着你。你当年带他回来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不吃了。团团圆圆，团团圆圆。怎么啦？还不睡觉？明天早要上学的，乖。妈妈，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怎么啦，凯琳？爸爸不要我们了。谁说的？爸爸不喜欢女孩子，那为什么他还出去找别的女人？小孩子不要乱说话。谁说爸爸不疼你们的？爸爸很疼你们的，要不然那么辛苦工作干什么呢？还不是为了你？你说谎，爸爸从来不疼我们。不说了，睡觉吧，乖。
彩玲，不哭啦，乖，睡觉吧。我知道你心里很不高兴，但是不论怎么样，你还是龙家的大媳妇。丽凤这个人没记性，很容易相处的。面包店还是由你来管，我要用钱的话会跟你说一声。你早点睡吧，明天还有账要收。这些面包刚出炉，很新鲜的。玉华姐，是我。我只是路过，所以进来看看。你每天这么忙，很辛苦哦。我爸爸突然间死了，我无依无靠，不知道要做什么才好。我需要别人照顾。永安他对我不错，所以我就答应了。我很喜欢热闹的，我不介意跟你们一家人在一起的。我很喜欢小孩子，我觉得他们很可爱，我跟他们在一起很开心的。人与人之间最重要就是真心待人，只要你对别人好，别人也一样会对你好的，对不对呀？我来玩。开没开铃？来，阿姨请你们吃橘子，很甜的。我最喜欢吃橘子了。好，你喜欢吃啊？那阿姨下次再买给你吃好不好？那怎么样？哇，好酸啊！都叫你不要吃了，会害人的。请大家读一读上面的字。爆竹一声除旧岁，蓝岛春风报喜来。永标，当局将会禁止燃放爆竹了。是啊，再也不会有这条春联了。哎，奇怪，为什么他们要禁止燃放鞭炮呢？今天报纸上有一则新闻，说当局通过一条危险烟火法令，禁止人们燃放炮竹，违反者可罚款2000至1万元。大家对于这项严峻的法令有什么看法呢？放鞭炮是增加节日的气氛，为什么不让呢？是啊，我也搞不懂。刑法太重，违法者还要坐牢、鞭打。只不过是放鞭炮嘛，又不是什么打劫啊、杀人啊。大家都很关心这项法令，这是很好的现象。我在此想先亮明我的看法，我觉得春节不能燃放炮竹，就好像圣诞节没有圣诞老人一样。你们想想看，如果圣诞节没有了圣诞老人，那又叫什么圣诞节呢？我觉得政府通过这项法令，禁止人们燃放炮竹，太不尊重我们华人的习俗，也太不尊重我们人权了。对呀，说对。对啊。大家回去之后，针对这个问题，认真的思考一下。下一次的小组活动，我们就会专门探讨这个问题，看看能够采取怎么样的行动来反对这项法令。好。看我表演，看我表演啊！哈哈，很有趣的啊，看啊，看啊！哎，快跑啊，快跑！哎，小心！
么了？鱼头，狗培过来。你说发生什么事啊？他们用铁管放鞭炮，铁管从空中掉下来，正好打中我的头。你头破皮了，还流血呢。春节还没到，你们放什么鞭炮？听说就要禁止放鞭炮了，我们现在放几个来玩？你们这些小孩子就只知道贪玩，这么放鞭炮，伤了人怎么办？引起火患怎么办？是应该禁止放鞭炮的。别说那么多了，先去看医生吧。啊！立凤，6月，我要陪永彪到医院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行了。Goodbye。Goodbye。小心点啊！看到你，我很高兴啊！你最近怎么样啦？还不错啊。不如我们到附近的咖啡座喝杯咖啡吧。好啊。有一件事，我想问你，我相信你不会介意。当然不会介意啦。你真的决定要跟永安结婚？当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我真的有点意外。我还以为你跟阿星会在一起。阿星他一直以来都对我很好。可是他就像一片大海洋，适应不了他的人就会被淹死。他也像一颗咖啡豆，喜欢他的人就会很喜欢他，不喜欢他的人就会觉得他的味道太强烈。阿星他喜欢浪迹天涯，说走就走，他不可能跟我长相厮守的，而我偏偏需要别人照顾。我要的不只是一杯咖啡。我要的是丰富的早餐、中餐、晚餐。我爸爸已经死了，他不可能再照顾我了。可是永安他……我知道你想要问什么。永安已经结婚了，有老婆，还有4个女儿，我为什么还嫁给他做小的？很多男人都喜欢我的性格，但是不喜欢我乱花钱。以前阿星也是每次讽刺我，说我是牵牛花，只会靠别人。可是我不像你那么本事有学问啊！我这个人的依赖性比较强，我怕寂寞。玉华姐她的人不错的，小孩子也很可爱，我跟他们在一起玩，我会觉得很开心。女人终究是要嫁人的，世界上男人多的是，但是有个善良心的男人却不多。而永安，他也不错，只要你觉得开心。不觉得委屈，那就好了。阿星就要回来了。什么时候啊？大概春节左右吧。冬至已经过了，那不是很快要回来吗？我这几天心里面很乱，一直在想这件事情。他所喜欢的2个女人，现在都在别人怀里。丽凤嫁给永安，而我和你啊，又这样子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我跟阿星当时的感情只是朦胧阶段。丽凤说，阿星像一杯咖啡，但不是他需要的。我跟阿星的感情就像打开了咖啡粉，当时的香味浓郁，但是来不及冲泡，隔久了。味道也变淡了。我不是个随便的人，我知道我自己要的是什么。我要的是那种实在而平凡的感觉。那我是哪一种咖啡啊？味道并不特别香浓，但是很实在。哎，你不是永林吗？阿秀叔，这么巧啊！
听说你在香港拍电影成了大明星啊！恭喜恭喜！哎呀，拍电影一定很忙的啦。上回阿星路过这里，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找你，哎，都是同一个老女人接电话。我早就搬走了，不住在那里。哦，是吗？难怪那个老女人胡说八道啊！哎，永林啊，你怎么会蹲在路边吃东西啊？哦，我们就在这附近拍外景，等开工，肚子饿了就随便吃一点。哦，拍电影是这样的啦啊！喂，你怎么还站在那里？开工了！来了来了，阿秀珠，我要走了。预备，action！ 哎，看！怎么回事啊？喂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会不会演戏的？怎么搞？对不起。对了，就像这样，待会儿照做啊。哎，临时演员就是这样的。拜托了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导演，可以了，没问题。好，开工！演员预备，action！ 看，好，打得好，来，下一场准备啊！张导演，张导演，耽误您5分钟。哎，我没空，我很忙啊。张导演，是阿阳介绍我来的。是哪个阿阳啊？那个当武术指导的阿阳啊。什么事？我得过武术冠军，精通许多武术，长拳、双截棍最拿手。导演的武打片里。导演，我们走吧。等等。那你耍几招来看看。是，张导演。副导，你换衣服。换什么衣服啊，朱导？废话，去服装间问不就知道了？那我们呢？啊，你们在这儿等好了。朱导啊，我从早上等到现在，怎么没有我的角色啊？你的样子不适合喽。我会武打，可以做替身，替身是不用看见脸的。替身？你上次好像不太行哦。你相信我吧，这一次我一定行的。那好吧，照规矩，不要让我丢脸啊！知道了。跟我来吧。待会儿呢，你在前面逃，后面有人追过来，然后踢了你一脚，你一滑，然后从楼梯上摔下来，行，就这样，明白吗？没问题。好，准备 ，Action！哎，看，你怎么搞的？你是当替身的，怎么可以让人家看见你的脸呢？哎，重来！看，怎么反应这么慢呢？看 ，NG， 再来。看！
呢？对不起，导演，我被你害惨了，走吧。开门呐！开门呐！开门呐！包租婆，开门！混蛋啊！欠租不还啊！啊！哼！你给我滚呐！把租给标了！ 敢偷我的东西！别跑！别跑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哎呀！啊！敢偷我的东西！没有啊！没有！波老大人呐！波老大人呐！哎呀！啊！哎呀！失去所有，不在乎，我也深知。
只为你燃烧。护你用爱围绕，直到世界停止转动的月亮。哇，你看我的，让我是一口咖啡，让我给你安慰。郭老千，哎呦，愿你空虚的心，就算掩饰不到，每天都有一次破晓。且让我给你依靠，为你受风雨和煎熬，让我带走你的疲惫和烦恼。明天如何，谁知道？命运之前我太渺小，没你是我唯一的骄傲。且让我给你依靠，为你受风雨和煎熬，才能释放你的自由和欢笑。失去所有，不在乎，我一生只为你燃烧。围绕，直到世界停止转动。当世界都睡了，我还为你燃烧。我用一切换取永恒的营养。这是阿玲啊练舞的照片，这是她在香港拍戏的照片啊。阿玲啊，真的很像大明星哦。是啊，哎，在香港做明星不容易哦。是啊，我们家阿玲啊，一天要赶几组戏呀。她武功好啊，很多导演都喜欢找她，她很红的。你们有没有看过她演的一部？哎呀，我忘记那个戏名了。阿玲演过太多部戏啦。哎呦，阿玲啊，真了不起啊！哇，伯母，啊，来了。阿玲啊，给你介绍一下。不用了，我们又不是第一次见面。阿玲啊，是香港的武打明星，有谁不认识她呢？对不对呀？明星谈不上，会武打就是了。你看你阿玲啊，做了大明星还这么谦虚，你这个孩子啊，真的羡慕死人了。乖呀！哎，咖啡叔回来啦！哎，咖啡叔，阿远啊，阿玲回来了。爸，回来就好。路上累了吧？还好。哎，你们一家人聊聊吧，我们走了。哎，不是说好要留在这儿吃饭的吗？是啊。阿玲回来啊，我3天前都准备好了。安娜，去把那瓶酒拿出来啊，我们大家喝一杯。好。妈，我先去换一件衣服。可以忘了吗？不闻不问不想他，难道真的从此没牵挂？除非自己变傻瓜。如果不曾紧紧拥抱过，感触不会特别